十字面包是一种添加了肉桂等香料的甜面包，面包中可以加入果干、果皮或者巧克力，因为表面有一个十字形符号，由此得名。很多英语国家或地区都有在复活节吃这种面包的传统。大家好，我是伊娃，复活节就在眼前了，我们来烤这款好吃的面包吧。这次我做了一些创新，结果嘛，大家要看到影片最后哦。第一个创新就是我在面包里加入了我自己晒的陈皮，原始的方子里用的是陈皮，这两种果皮的香气有细微的区别，仔细嚼的话可以分辨。如果家里有柠檬的话，也可以试一下，但青柠檬香气太特别，就不推荐在这里使用了。用热水将4颗橘子晒干的陈皮泡软，稍稍搓起后，用刀刮去内里白色的橘络，然后切成小丁备用。取一颗新鲜橙子，如果放久了，橙子表皮会干硬，就不好取皮了。为了让口感丰富，能够咬到陈皮颗粒感，我们用刨丝器粗的一头来刮。取陈皮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刮到白色味苦的部分，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刮2下转一下，这样就能确保不会刮得太深了，也要当心手指哦。果干我这次用了手边有的葡萄干和蔓越莓干，也用1温水浸泡一下，也可以用其他果干或者用朗姆酒浸泡过夜。生活在德国的大家买面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成分表里的蛋白质含量。德国的面粉是用数字来分类的，通常405代表中筋面粉，可以烤蛋糕用，但我这次烤面包用的也是405，因为这款面粉的蛋白质含量有12.8%，完全是高筋面粉的标准了。我们把500克的高筋面粉、50克细砂糖、2潮勺盐、肉豆蔻粉、丁香粉、生姜粉和肉桂粉，大家也可以用2茶勺的混合香料粉即 mixed spice 加肉桂粉来做，我手头没有，就自己调配了。50克室温软化的无盐黄油，10克继发酵母，20克炼乳，1颗鸡蛋，300克室温水，放入搅拌盆中，开始搅打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手工揉面团，像这样用台式打蛋机的话，揉面大概需要15分钟。揉面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时不时给面团和机器休息的时间。这种家用搅拌机长时间揉面团还是比较吃力的。等看到面团离开搅拌盆的内壁时，面团就揉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加入刚刚准备好的陈皮，180克葡萄干和蔓越莓干，再揉大约5分钟，让果干尽量均匀地分布在面团中。好，现在把面团转移到操作台上进行稍稍整形。这次的面团比较粘手，要多准备一些手粉。大家也可以用这种刮刀。然后我就直接放回搅拌盆里，让面团进行第1次发酵。经过几次试验，让我发现面团发酵的最佳场所是到了开水的烤箱中，温度和湿度都很理想。大家可以在底层烤盘中倒入1升的开水，然后把面盆放在下层烤架上，其实不盖盖子也是可以的。烤箱不用开哦。第1次发酵时间大概为1个小时左右。面团体积膨胀到2倍。现在我们把面团中的空气压出，然后切出剂子，剂子大小在95克左右。如果有多余的面团，就平均到每个剂子中吧，不用太精确。接着给小面团整形，把面皮压扁，周围向当中折进来，收口向下。过程中要注意补些手粉，但台面上不要留太多粉。手掌空握拳，包覆着面团，
手心稍稍用力向下压面团的同时划圈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圆圆的小面团了。面团之间要留大概2厘米的空隙，以便2次发酵。全部完成后，继续放回烤箱中。因为担心温度不够，我新烧了1升水给它们。2次发酵的时间较短，在这种温度条件下，大概20到25分钟就好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可以准备面包上的10字面糊。通常用面粉加水调成一个不干不稀、适合标花稠度的面糊就可以了。我这次用了在法式烘焙店中学到的能够给面包增加风味的方子，稍稍多花一些功夫。我也会把简单的方子放在信息栏，大家自己决定用哪一个。将50克水、细盐、砂糖、20克黄油以及香草精置于锅内，小火加热至微沸，离火。倒入30克面粉，搅拌成面团后，逐步加入80至100克水，搅打至顺滑无颗粒感。浓稠度像这样，不会失去形状。然后将面糊装入标花袋中，标花嘴用7号圆形。从烤箱中取出发酵好的面团，这时要记得先将烤架放回中层，取出热水盆，并将烤箱预热至190度。在面团上标上10字，当然你也可以标上笑脸，只是我觉得还是10字比较好看。在烤箱中烤至表面金黄，大概20分钟左右。最后，我们来做面包出炉后的刷酱，这就是我这次不太成功的创新了。原方子是将杏酱和水加热混合，而我没有杏酱。第一次我尝试了用覆盆子酱，但颜色太红了。后来看到朋友给我的做苹果派的糖，里面有加香料，我就用这个材料做了糖浆。事实证明，不是每次创新都 working 的。这个苹果派糖里的香料太多了，完全达不到糖浆晶莹亮泽的要求。等刷上面包后，也部分遮盖掉了面包上的10字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杏酱混水就好。当当，这就完成啦！这款面包松软中带一点嚼劲，最美味的食用方法就是对半切开后用吐司机烤脆，抹上厚厚的海盐黄油。这时就不要考虑热量啦，复活节1年只有1次嘛。以上就是我的学习成果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中再见喽。